今天跟各位介绍苹果 Apple 公司最新出品的 Final Cut Camera 这个 iPhone 上面使用的 APP， 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功能以及我的使用感受。首先我们进到这个设置里面来看一看那这个有编码器格式啦，颜色动态范围防抖动啦，然后还有这个工具那这个网格的叠层最好建议打开还有它这个参考线的比例，再来是这个音源如果你有外接麦克风的话，也可以在这边选择。那我们在偏好设置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依据你的 iPhone 的这个机型的不同这个编解码器还有这个格式的范围都会有所不同。那也有这个颜色动态范围有 SDR， 也有这个 HDR。那因为我这个机型是这个比较旧的这个 XS， 所以就只有 SDR。那再来就是我们来看到这个操作的界面，在这边有个捷径那可以调整这个你的编码或者是这个动态范围，那这个画质还有这个帧数。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左下角有一个可以连接到实时的多机位，那这个是配合这个 iPad 的这个 Final Cut Pro， 那也就可以最多4部 iPhone 直接实时连接到这个 iPad Pro 的上面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变焦那现在变焦看起来是比较柔顺一点它有变焦功能。好，那这个因为我这个有2个镜头26跟52 mini 的这个2个镜头可以互相切换。那点选右手边这边也可以锁定这个萤幕的方向向左锁定，那这个向右它就会倒转过来那再来就回复那再点一下也可以看到有竖排就是直视的。那依序下来就这个按钮 AF 就是所谓的这个自动对焦那你是要用自动对焦。那通常来讲如果你专业拍摄的话，可能就是会用到手动对焦那这边滑来滑去可以看到萤幕上面这个目标对焦由远到近，由近到远。那通常我都是用自动对焦。再来是这个曝光直接拉的话，就可以调整这个 EV 值看是比较增加曝光，还是把它拉暗一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萤幕上可以随意的手动调整那当然这个在曝光值的部分下面有个自动按钮，那如果你按的话就会变成手动曝光， EV 值就不可调，那变成是快门跟这个 ISO 值的调整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然后点击快门把快门拉暗、拉快或者是拉慢就可以看到效果。那 ISO 最低64，那依据你自己的使用情况可以去调整这个 ISO 值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平衡的部分。那白平衡它内建有很多这个固定的这个白平衡的。那为什么要调整这个白平衡呢？因为这个有时候 iPhone 它你用自动的话，它随着这个光线或者是场景，它会时常间对这个萤幕的色温会飘来飘去不太适合这个比较严肃的创作那右下角有一个这个媒体库那你就可以按下去选择这边，把这个媒体库拍摄的影片传到这个分享出去，或者是存到这个 iPhone 的相簿里面。那另外它这个操作的界面在直视的时候就是我们拿直立的时候，它这个界面也会随着调整，这一点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它这个内建里面有一个这个防抖动的功能。那事实上据我这次测试的结果，其实它如果用手持的话，它有一点效果啦就是所谓横滚的时候，它稍微会
有一点效果。那事实上，如果说你上了稳定器之后那其实它的分别并不会很大。那即使就是说你用不开启这个防抖的功能，就是 Final Cut Camera 里面防抖的功能，或者是说这个 iPhone 内建的这个照相的 APP， 其实上了稳定器之后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差别。那另外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这个画质的部分，当然这个 APP 可以调整的功能，或者是说它取决于这个它硬体本身的效果啦。那比如说是单镜头、2镜头还是3镜头，还有就是原生的这个内建的程式码的功能，都会影响。那至于这个 APP， 它比原本 iPhone 内建的 Camera 好了那么一点点当然这个使用了起来的效果，如果说你手上或者是说你习惯就是手持拍摄的话，多多少少会有帮助啦那至于说另外可以值得一提的是说，这个在这个 Final Cut Camera 里面，这个变焦的功能，它比这个 iPhone 内建的 Camera 那个 APP 的变焦功能来得顺、来得柔来得好。那这是目前我使用的感受。那其他其实差异不大，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好，如果有问题可以欢迎讨论，谢谢各位，记得订阅哦，拜拜。